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兆和。1月3号，美国的惊天一击真的是吓坏了全世界，他真的去打委内瑞拉了。当全世界都想问，当全世界都在一头雾水的时候，没多久，川普竟然发文了。他发了什么文？你看到，他直接发，各位，一切都结束了。他竟然放上一张马杜罗夫妇被逮的照片，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他非常的狼狈，甚至穿睡衣直接被逮捕了，直接在美国的硫磺岛号上面，全世界惊呆了！你怎么可以这么的快，在2小时20分钟，你从起飞到进入到抵达到攻坚逮人到撤退，竟然2小时20分钟。但现在马杜罗被逮之后，大家有2种说法。第一个，川普说是因为要把这个所谓的毒品狠狠的把它打击下去。有人说什么？他看上是石油，但里面讲的最精确的是谁？是他的国务卿卢比欧。他讲了什么？他说西半球是我们的家，任何威胁美国安全的势力，无论你是毒枭、伊朗的代理人，还是敌对政权或竞争的对手，都将被连根拔起。他在跟谁讲话？但是跟中国讲话啊！你千万不要忘了，在这个任务之前的前几小时，中国的特使才跟马杜罗来见面。你也别忘一件事情，委内瑞拉的防空跟雷达绝大多数都是用中国制的，这一次是完完全全把中国的脸直接啪的一声打得非常的大力。而为什么要今天卢比欧他要去说这样的话？很明显，今天我才不管你中国在中南美洲你插旗有多深，你的生根有多深，我今天中南美洲只会有一个老大。这个国家叫做美国。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这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世彤，1月3号这一天，我们回到这一天，全世界真的惊呆了，你真的杀了，你真的打了。一开始我在讲是我们都在网络上面看到画面，火就起来啦、炸啦，怎么样？我们心想，美国太狠了吧，真的杀进去了。没多久，川普跟大家讲，结束了。没错，这一场非常好看的，堪比好莱坞的电影，叫做《绝对决心》的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来说的话，赵尔要去活逮这个马杜罗。马杜罗，我们知道之前委内瑞拉也说什么啊？哇，马杜罗在他们的这个总统府里面说，你有种来抓我啊！来抓我！你来抓我啊！你那个胆小鬼来抓我！结果没想到美国就真的抓了，就抓了之后，他还号称什么是南美洲最强的防空系统，用了俄罗斯啦，用了中国的这个相关的状况，还有地面部队，还有很多人就说你美国绝对没办法抓到我啦，就没想到美国只有花了140分钟，2个小时多一点点，就把马杜罗从他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把他抓上美国的硫磺岛号，然后送到美国。他现在人已经在美国，这晚上的时候就已经要在美国的法院审判了。这么快的这个速度，太扯了啦！对，大家想，太夸张，为什么太夸张？我跟他讲，委内瑞拉不是省油的灯美国这次呢？有没有人死亡？0。那马杜罗他的这个随从什么死了一大堆，死光了。这个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军机被摧毁了一塌糊涂。美国呢，没有任何军机伤亡，只有一台直升机被击中，然后击中了还可以飞回这个基地，所以看起来的话损伤也不大。所以这次美国等于是几乎没有毫发无伤了，就把马杜罗抓到美国来审判。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他的这种绝对决心行动，看了全世界大家完全傻眼了。我真的觉得川普他在那边吹这什么？跟你讲，这比好莱坞电影还精彩。对，没有川普他说的是对的。对，好莱坞电影都不敢这样演的，没有人敢这样演啊。好，那酋长是在现在呢，卢比欧就出来讲了，他说西半球就是我们的家，任何威胁美国的势力，无论是毒枭，他当然指的就是马杜罗嘛，伊朗代理人还有包括说像敌对的这个政权或是竞争对手，当然指的就是中俄嘛，会被连根拔起嘛。所以现在你看这几天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正好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状况？中国的军机没有一台来台湾绕了那你知道吗？是这样，原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委内瑞拉已经有新总统嘛 ，Rodriguez 一开始还跟你呛起来说，你这个美国，你赶快把马杜罗放回来啊！我们这个我们不会接受美国殖民地的统治。他是一个很左派的人。对，结果没想到川普马上就说，如果他不做正确的事，会付出比马杜罗更大的代价。所以他这样一讲之后，马上委内瑞拉的总统马上就改了，他说：“我们诚挚邀请美国政府在国际法的框架之下，共同推动以共享发展为导向的合作议程，并且强化持久的区域共存关系啊！”马上就软化了，因为为什么？
因为川普说我搞不好有第二波啊，你如果再试试看啊，我继续打。我跟你讲，现在周边的国家完全都下杀。好，我们现在看这140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时间点，在这个1月2号的这个晚上的这个10点46分的时候，川普下达推动委内瑞拉的行动，好，开始推动。推动的时候正式发动的时间点，在约莫凌晨1点的时候，美军抵达这个卡拉卡斯，然后就开始发动空袭轰炸，然后轰炸这个卡拉卡斯，还有附近的空军基地、海军基地，还有当地的通讯社，一大堆都被炸，炸了一塌糊涂的时候，当地就陷入了完全的大停电。大停电的时候没多久的时候，因为已经完全停电，所有的防空系统都已经完全被瘫痪掉，雷达被瘫痪掉，电力都被瘫痪掉。这时候呢，在约莫是2点多的时候，事实上我相信呢，这个马杜罗应该听到直升机抵达了现场，因为什么？因为美军要三角洲部队要去抓你啊，所以这个直升机响彻整个夜空，就抵达了这个所谓目前为止来说哈，马杜罗驻的卡拉卡斯的这个塞提乌纳堡，这个他们的军事基地嘛，军事基地抵达之后呢，当然了，他们当地还有他们的这个随从嘛，随从就开始跟他们都这样开始开枪反击，虽然是反击，但是川普说我们用优势的这个军力把它压制住之后，没多久凌晨的这个3点29分，从1点发动，然后到凌晨3点29分就已经把马杜罗抓走。就这个照片，我们就看到这一张了。对，然后他就说我们把他抓走了，然后送到了美军的直升机，然后送到美军的这个阿瓦居玛，就硫磺岛号的上面的，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个耗时来说，约莫只有140分钟，就完全把它砍就姨妈死了。对，所以呢，这个事实上速度之快，大家完全无法想象啊。那你知道，事实上你看这是什么？后来他们发布了一个照片，你看川普人就坐在这个因为他是在这个海湖庄园的俱乐部里面一个战情室嘛，你看。他在那边看，然后这个他们的国防部长、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这边指挥哦，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这里面来说，照人家这里面讯息量非常大。美国第一个时间来说，几乎所有的情报都涌到这个地方来，而且他们还在监看所有的社交媒体，还有 X 上面来说，任何提及委内瑞拉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哇塞！所以他一边指挥一边打，然后在 X 上面如果有民众拍了什么，是他成为我的眼睛。对，没错，我还知道未来接下来要怎么走的。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整个过程里面来说，美国是进行的非常流畅。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坎恩就说得非常清楚，他说这整个行动里面来说的话，事实上是他们怎样？在周5的深夜，因为当时的这个川普下达命令嘛，哈，对，那下达命令的时候，他就说，实际上我就讲这个行动里面来说，他们已经筹划很久，从去年的8月就开始筹划了，8月哦。8月筹划之后，他就说什么？他们已经安排了人在这个马杜罗身边，他这个每天起床几点，那么吃喝拉撒，所以他的宠物的名字他没做都知道一清二楚。之后，他们就甚至他们还模拟了一个1比1这个马杜罗住的地方的堡垒的时候，都完全模拟好了。他就说，我们原本呢在原本是12月26号就要启动了。他原本什么圣诞节要把马杜罗给吼起来，原本是圣诞节或是元旦，但是因为当时他就说，哎，这个天气不太好，他说我们要选一个天气好的时间，天气晴朗的时候，没有云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飞入的时间点，就在那个时间点，天气刚好变换，开辟出一条只有世界上技术最娴熟的飞行员才能够驾驭的航线，这么刚好，也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川普就下达了这个绝对决心行动的指令嘛，哈，指令他就说。祝福你们这个到前线去了 ，God bless you。好，然后就全部出发。然后于是呢，周5深夜的时候，有150架的飞机，150架的飞从哪里飞呢？照我第一个开始飞的是从美国本土的轰炸机 B1 轰炸机开始起飞，起飞之后紧接下来在美国福特号，还有在波罗里各啦，在多米尼加所有的空军基地全部起飞。这里面起飞的军种包括说像 F-22啊、F-18啦，然后 F-35啦、EA-18G 啦，还有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 E-2的这个预警机，还有各式各样无人机，浩浩荡荡150架从全世界各地150架飞抵到这个委内瑞拉上空。好，委内瑞拉他们就开始轰炸。你看呢，这个拉瓜伊的这个空军基地。然后拉瓜伊的港口，还有这个伊格罗特的这个机场，这是他们几个主要基地。那这是为什么？你看这两个是海军基地跟空军基地，是要防范美国在多米尼加这边驻兵嘛。这个也是一样，我先把你这些都打掉之后，好进入这个卡拉卡斯，这是卡拉卡斯附近。对，卡拉卡斯附近来说，这边有一个天文台，把它干掉。然后这边有一个卡拉洛塔空军基地，把它干掉。然后我把通讯指挥中心把它干掉。另外就是他这次这个所谓马杜罗住的这个蒂乌纳堡这个地方，我也开始攻击。他根本是有次序的哦。对，没错。先打外围哦，进来之后我把你的眼睛全都打掉，没错，让你怎样一片黑了。那我跟他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有人捕捉到这个画面，照你知道什么？
直升机飞进去了。对，直升机因为直升机飞进去就表示要抓马杜洛了。好，直升机浩浩荡荡，你看他们从海边一路飞到这个卡拉卡斯，照那他们都以低空飞行，你看这是很低空哦，他们约莫是只有在飞在100英尺，在30公尺左右的这个状况这样飞，一路飞到这个飞抵到这个蒂乌纳堡之后，就开始垂降。垂降之后，这就是开始正式要抓捕马杜罗。你看，从一开始的外围把你这个军事基地都炸掉，把你弄瞎之后，抵达这个军事基地，准备要活捉马杜罗一个状况。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炸不是开玩笑，现在已经把卫星图全部都找了出来。你看哦，这是原本好好的，对，结果我们想轰，直接轰烂的，没在开玩笑的。因为他们一开始。他们已经知道马杜罗住在哪里。我跟他讲，美国甚至为了这次的行动1比1还原，1比1，而且还不断的演练了好几百次，就是一定要抓到你。好，一定要抓到你的时候，根据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是说，马杜罗他看到人进来之后吓一跳。他们听说是他是在睡觉的时候把你拉起来，睡觉拉的，拉起来，拉起来就马杜罗跟他老婆都吓到嘛，赶快跑啊！对，要跑之后，你看他们跑，然后他们就在后面追。那马杜罗，你还跑到哪里去嘛？你还要去其他的这个地下碉堡，我要在我的安全屋里面，你还去开了这个安全屋门里，然后当然你还是被抓走了嘛。而且那个多么精彩，是那个安全屋门要关起来了，对，很厚哦，对，要关起来的那一刻，挡住，把你抓走，抓出来了，对，抓出来，好，就把它抓起来，抓起来的话，这个根据川普的说法是说，你看这个特种部队一进去的时候，你跟你的老婆，就是你是马杜罗，你跟老婆，你们在卧房里面看到我们相当狼狈，然后就跑到原本还要再跑到更防守更好的这个安全屋，但是被我们挡住了。但是川普说没关系，你如果真的进去的话，也没有办法，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有巨型的这个喷火枪。真的假的？对，如果你进去的话，我们喷了47秒，你只能够多撑47秒而已啦。所以事实上现在就是活捉马杜罗。好，那活捉马杜罗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很糗呢？你看事实上现在最糗的国家就是中国了。对，为什么中国呢？中国现在只能够说，哎呀，你这个美国不遵守国际法，你要赶快放掉那个马杜罗啊！哈，那为什么对中国来说很尴尬？我跟你讲，事实上在马杜罗被抓了前几个小时。中国的特使才到，他们的相关的这个邱小琪还有蓝虎2个人才来，他们中方代表，你看在这个地方才见了他，马杜罗还亲自出来。就现在大家说什么？大家说感谢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等于是帮他们确认了马杜罗人真的就在委内瑞拉，有这张照片，这非常清楚嘛，哈，那就你嘛，然后几个小时之后你被抓了嘛，哈，那还有什么？因为马杜罗这几年他也知道说美国你要对付我啊，所以你看他买了很多萨姆300的这个防空系统之外，他还买了这个 JY27的这个反隐身雷达。那为什么这很重要呢？他买了很多。那当时前一阵子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军方说什么？哎呀，我们用这个中国的 JY27的这个反隐身雷达，我没有抓到 F35啊，太厉害了。对，所以当时中国就很开心。中国说，你看。我们果然这个 F35的这不是我们JY27的雷达绝对可以抓到你。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名嘴在那边吹，就是因为中国当时也是被马杜罗骗啊，马杜罗根本没有这件事，就故意要吹这样，就吹的时候就好，大家吹成一团，之后好，接着现在这个你看这个 JY27的这个隐身雷达，听说这一次完全没有做动，高7层楼的雷达，这一次有没有用？没用。你看到战机进来了，对，直升机进来了。那你的防空嘞？对，你的预警嘞？直升机都进来，那很夸张直升机是30公尺高的这样飞过来，对，你这个都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你还低空飞行。人家现在就说这个马杜罗买了一大堆7层楼高的废铁垃圾，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看，我就讲这实在是真的很夸张。你看这马杜罗，这是中国的报道，你看2026年的1月3号下午4点的时候，因为他见了中国代表，他就说什么全国动员，立刻开展这个武装斗争。好，结果没想到到了5点的时候，马杜罗就被抓了，所以就是很尴尬。中国才报道说马杜罗要抗争之后，就没想到没多久就被抓了。而且这代表一件事情，中国从头到尾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这一篇报道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状况外啊！那为什么？因为事实上马杜罗为什么要见中国代表？中国代表一定是给他资源啊，给他第一天力啦，你没问题啦，对。那然后还跟他说你们这个 JY27要怎么用啊？给他运了一些装备，结果没想到完全没有用。所以人家就说就是疯狂打脸。不是还有人说吗？马杜罗怎么被定位？因为马杜罗之前不是秀出一个华为手机，说哎，我华为手机很棒啊，就搞不好也是华为手机被锁定，他就人就在那个地方。所以等于是中国是糗中之糗。好。那我来讲，现在呢，对这个作为周边国家来说，大家都惊啦。为什么都惊？我就讲，这次委内瑞拉被端掉，对不对？
已经没了。好，那事实上现在最害怕的是谁？哥伦比亚。对，为什么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总统 Petro 他第一时间就反对，但你知道吗？事实上有人问川普，人家就说，你不是说你要除这个毒枭啊？那 Petro 也是啊，他说没有错。Petro 运了很多古柯碱到我们美国来，那我把它端掉，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 choice。真的有想。对他讲了，所以哥伦比亚现在抓了蛋啊。那还有谁呢？还有古巴啊。然后我想古巴搞不好是下一个倒台。我跟他讲，古巴反而最危险。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一次委内瑞拉的这个相关的马杜罗的这个核心部队里面，很多都是古巴。对，因为古巴来帮他。就古巴来帮他之后，那因为什么？古巴为什么帮他？因为古巴没有原油，他要由委内瑞拉运过来。就现在委内瑞拉石油不给他，古巴搞不好几天之内就会垮台。对，那还有谁？西恩鲍姆，墨西哥总统，他不是前一阵子跟这个川普也有一些口头上面的这个往来嘛，对不对？对。然后这个你说贩毒，你们这个所谓的芬太尼不是从墨西哥来吗？所以他还骂他，所以呢，大家现在都抓雷弹，这3个国家全部都抓雷弹。好，那不只是3个国家抓雷弹，现在呢，聪明造之放亮的早就已经选边了嘛。你看最聪明是谁？米雷伊啊，他老早就已经跟川普完全搭上线，他还获得川普的这个其中选举的这个帮助嘛。然后说，没有问题，我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太空站的计划，我把它否决掉，没可能的代际。另外一个玻利维亚新总统他也说，没有错，我们过去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所谓锂原料都是跟这个中国没有，我们现在把它废掉，我们现在要修补跟美国的关系，所以现在大家完全倒了，就是过去跟中国完全倒一片了。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绝对决心的行动，告诉你，美国的后院绝对都是我的，没有人能够染指的一个状况。宇轩，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哦，为什么这一次美军可以这样进去出来都没有什么差的感觉？无路无人之境。你知道我这分太多层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只注意到说，哇，这个轰炸漫天的像开火花一样很像是跨年烟火又再重放一次。但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在轰炸之前，整个它的设施已经瘫痪。现在外界有几种想法，也就是说，它到底怎么样让它电力系统的？因为第一个好像疑似不是爆炸，为什么你知道吗？它如果是先行用轰炸这个电力系统的话，可能会触发我们讲的它其他设施，因此而有所警觉，可能有所防备，搞不好启用备用电源。所以他目前第一时间判断说，为什么川普要讲很神秘说，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神秘的攻击，我不跟你讲是什么原因。所以第一，我们从线索来爬书，来找外太空。太空军这次是不是有参战？对，为什么太空军要参战呢？大家不是黑人问号吗？就他所讲，第一个，太空军已经直接呢在轰炸之前就把他的不管是卫星，他用的应该搞不是北斗对，卫星给瘫痪，以及他的指标，以及他的雷达系统可以相对应反应的 GPS 给瘫痪。再来，他使用2种武器，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外围的电力的部分呢，很有可能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叫做电磁脉冲的武器，对，也就是说，透过所谓的电力瘫痪系统，是不是直接把他的发电厂，或者是他把他电磁通讯的设备，以及它相关传输的设备全部给瘫痪掉？那这时候再用所谓的反辐射飞弹来进行打击。反辐射打击之后，包括它的防空，包括它的周边，所以他一直在强调的概念。白宫说什么？你现在看到的所有惊心动魄的一个行动，这个都叫做戳瞎眼。对，我先把委内瑞拉眼睛给戳瞎，我戳瞎只为了一个目的，让我地面部队跟我的直升机可以安全的落地。对，所以我来到，我带你看一个画面，这是有网友自制。对，坦白讲，我就看了，我觉得特别有感。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模拟说当时他们入侵的行动。所以你看这就你刚才讲到了，刚刚的整个夜空里面呢，大部分呢都已经一片漆黑，就下面地面部队之后，你有没有看到周遭都是暗的？对，那理论上来讲其实不会有手电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Delta 带的是红外线，夜视镜，所以不会有手电筒。然后开始进去之后呢，一个一个，甚至呢把这个马杜罗从这个我们讲防爆门里面外面给抓出来。所以网友把这个画面整个实体化，让大家就身临其境说，当时的场景呢真的很触不惊。所以你看这个密室，因为我们一直在讲，美国进行这场行动的时候，它是1:1等比例，以及把它已经复制出来，而放在美军，包括路线，包括路径，而且全部摸黑，以及会遇到什么样的各位，连材质都模拟成1:1。换言之，我都不知道我都怀疑说那个里面的那个间谍有没有可能是拿着这个 AI 到处扫描说这什么材质，这什么材质，连材质都一样，材质都复制啊，太夸张了。对，所以他才知道啊，因为他要确定说你这边比如说哪一个门我可以从这边破墙啊，这边哪边你可能会躲入啊，所以你看有一个钢铁固加安装的密室可以躲藏，所以我们很清楚。准备了破坏工具，一个叫做喷火枪，另外一个叫做切割工具，等于是我一边喷把它拉高温之后，开始把它切割下来。但是因为这一场行动，我们刚才特别有提到，
其实原本它的时间点要更早。但是呢，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拖到这边吗？其实拖到我们讲的1月这个，大概我们讲川普行动的那一天哦，也就是我们讲的礼拜6早上发布，但是他礼拜5晚上吐露的时候，哎，我跟各位报告哈，其实他们原本预计时间不是在这边，对，他们说是原本准备好了，突然间川普下令。换言之，今天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什么时候。就你看哦，4天前曾有一场虚惊，川普原本批准，后来呢，因为天候不佳，一直下雨，所以取消掉。取消掉之后呢，本来大家都在待命，所以大家都一直知道说要吐露，要吐露，要吐露。是最后总统突然间下令之后，3天、4天、2天，在周5美东时间晚上10点46分，这时候决定把这件事情给拍板。所以他等于就是说，这个东西连美国自己本土也不知道。那赵，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吗？因为床碟，对，川普有讲，他说有 leak， 你知道 leak 是什么吗 ？leak 就是指说有泄密、有料别啊，而且他直接点名，你知道他说什么？那些国会议员，他说国会议员会把我们卖掉，那没关系，你抓不到我。他连国会议员都防，你知道防贼到这边防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知道吗？川普就说把马杜罗赶下台，要严格控制在一个高层顾问组成的小圈圈里面。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赵？我记得哈，我们那时候一样在那边关键时刻。其实我们1个月前就先预告了，那时候我们同样在这个位置讲到有一张板，那时候说什么？说美国高层开始下了一个行动密令，然后要求所有人签保密协定，对，但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行动。原来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嘛。我们那时候我对起来了，对，就是这个板。然后我们还说，哦，那时候奇怪，他的部队开始前驱，开始大规模进行演练。所以你看哦，数个月掌握，这是 Ken， 他今天讲说，我们确定了他的行踪。住所、旅行模式，然后你看啊，他说我们的空中呢和地面情报部队呢提供即时更新，代表说他们是随时都在调整。我都怀疑说里面那个内应是不是持续性的把马杜罗，比如说睡了没，他的位置去哪，他的宠物放在哪里，所以最后川普说美军攻入了一个原本无法攻入的地方，来，这是我们刚才特别谈到的1-1，把这个等比例的东西。打造，但是他们要怎么样去核实？你知道，他不是说我们想象中哦，有什么 F-18、F-35、F-22，不是，他提前先派了无人机去侦搜。对，所以他们说死神无人机呢，在这一次打造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劳，等于是他确保所有的行动的安全性。所以你看哦，决定这我们讲绝对决心这个行动，他里面提到说。突袭到的时候呢，包括 Marco Rubio、Hexas 以及呢中情局长 Steven Miller， 全部大家都加入这件事情的商讨。所以到最后面我们讲的哈，即便呢他的狡兔有3窟，其实是6到8窟，他们还是呢能够精准掌握他，并且呢把人给拘捕到案。因为这一次川普也太狠了吧，快很准但不对哦，真正更狠的是谁？是他的国务卿 Rubio。为什么？你看华尔街他怎么讲哦？他说：“从犹疑到坚决，川普推翻了马杜洛始末。原来当时川普其实想积极的跟马杜洛好好谈，能够谈就不要打嘛，对不对？但是 Rubio 说了什么？他说他反对这样的一个事情。Rubio 长期以来一直告诫他不要相信马杜洛，而且最后川普怎么样？看到这一段。”他说 ，Rubio 跟川普跟其他鹰派顾问占上风，他们说服了总统，让他相信马杜罗是一个不会自行放弃权力的贩毒恐怖分子。关键还是在 Rubio， 所以川普真的非常相信 Rubio 的话，为什么呢？因为 Rubio 本身就是古巴移民的后代。因为他家本来就是在古巴这个地方，后来因为古巴也是暴政之后，他们整个搬到了美国之后，所以他是属于那一种知道最了解中南美洲政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务卿哦。那你知道中南美洲很多都是糊弄美国嘛？因为本来是中南美洲是美国的后院，但是到最后来讲的话，这一个中南美洲竟然变成什么？跟中国、跟俄罗斯挂在一起，那还得了？因为卢比奥讲过一句话，他们绝对无法容忍一件事情，是所谓的敌对国竟然在自己的后院能够摆设武器啊！所以《华尔街日报》其实你看了动用几个记者，1、2、3、4、5，总共5个记者专门写的这一篇，把整个来龙去脉来讲的话，写得非常清楚哦。那本来川普来讲的话，还没有打算要让马杜罗下台的哦，因为那时候都还在谈判。事实上得到的情报也是如此。那你知道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大概在今年的10月，就秋天的时候开始。这个川普就证实说，他们已经把 CIA 的人派进驻到委内瑞拉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说真的，就已经开始有一股声浪开始起来，就是准备要做动手的动作了。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来讲，本来只是说用外部势力施压马杜罗而已，但是不是？如果说有干员进入到这个
委内瑞拉国境来讲的话，就显然有所谓的斩首行动就可能开始了。对而那时候就大家就一直觉得说，那川普到底要不要动手？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以为是说的啊。没有，那时候这基本上很多玩真的欸国会议员还建议说啊，你马多洛你要不要选择到俄罗斯去这个所谓逃亡之类的啊？不过现在俄罗斯很拥挤了，为什么？有那个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也在俄罗斯哦，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政要可能在俄罗斯，一堆人都逃到俄罗斯去。马杜洛那时候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你看到川普出手是什么时候出手？就是马杜罗在呛美国的时候，来抓我啊，来抓我啊，来抓我啊！哎，这时候川普，我觉得川普可能就听到他那句话，最后决定说，那我就去抓你啊，翻桌了。反正你邀请我去抓你的啊，我就去抓你啊，对不对？所以啊，今天来讲的话，这个川普他当然除了听信这个卢比奥的话，但是我觉得川普他自己本人的决定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本来可以谈的，但是后来觉得说啊。这个不能谈了，因为为什么呢？背后有人在塞狼啊！你看到竟然还在什么，在这个要抓之前还建中国特使团。对，哎，中国特使团是不是给你什么保证了？到时候越搞越大，越搞越大。川普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他跟拜登不一样，对，他不是软脚虾，他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让你无法预测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川普他做这些事情，你们要看到那个整个战情室当中。旁边的几个人，这个包含谁呢？包含就是所谓的中情这个 CIA 的相关的人员，还有情报总监的相关人马。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整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情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说63岁的，差不多90岁90公斤的体重的。你要跑也是跑很慢，对。川普会认为说，就算要跑，其实旁边的水库把你压，这个大家处理掉以后，这个总统他其实是不会抵抗的，他不像宾拉登一样啊，宾拉登他会什么？宾拉登会拿 AK-47跟你对干啊，对。但是这个马杜洛他不会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